什么是战略轰炸机？通俗点讲，就是给日本扔原子弹的那种飞机，一种专门从高空对地面进行远程投弹的大型军用飞机，干的都是一些轰炸、偷袭心脏地区的活儿。今天火力军就和大家说说什么是战略轰炸机，它到底有哪些优缺点，以及它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。全球现役的战略轰炸机，美国3，俄国3，天底下就这么2家。就连大英帝国和傲娇的法兰西都没有保留战略轰炸机，你说这事儿怪不？大伙儿对轰炸机的普遍印象都是高空扔一捆炸弹，一开始是这样没错，后来扔着扔着就变味儿了。战略轰炸机的战略2个字可不是白来的，对比一下战略核潜艇、洲际导弹，咱们就知道这位爷是干什么业务的了。3位一体的核力量可不是吹牛吹出来的，这哥仨一个反应快、速度快，一个生存能力特别强，一个可以随时起飞待机，他们就是一个 team， 谁也不能替代谁。而所谓的战略，就是只能改变敌我攻防态势的能力。试问还有啥东西比核武器更好使呢？当初就是 B-29 螺旋桨战略轰炸机带着小男孩去偷的家，才让日本无条件投降的。如今洲际导弹已经可以轻松覆盖全球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为啥还要研究先进的战略轰炸机呢？1957年洲际导弹问世，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它速度快、射程远、突防能力强，肯定会让轰炸机失去了存在的理由，甚至连赫鲁晓夫都曾经说过，轰炸机可以进历史博物馆了。但我们看到，直到现在，战略轰炸机依然存在，无论是美国还是俄国，他们都拥有大量的战略轰炸机在服役，甚至不乏上世纪50、60年代的老爷机。那为什么战略轰炸机会如此长寿呢？事实上，战略轰炸机有着其他2位兄弟无法相比的巨大优势。首先就是看得见的行为射，我们都知道核武器就是 buff 一样的存在，它的作用更倾向于威慑，可以警告别的国家不要轻易和我方发生战争，也不要对我方进行核讹诈，我方是有能力和你同归于尽的。同样的道理，洲际导弹虽然很无敌，但导弹一般都是藏起来的，你不可能经常拉出来给别人看，既然看不到，一些国家就会忘记对方拥有这样的大杀器。但战略轰炸机就不一样，它可以转场、巡航、战备值班，能经常让人感觉到战略轰炸机的存在。就比如日本要拿回俄军掌控的南千岛群岛，在屡次碰壁的情况下，日本就打算使用武力，但当图95挂着核弹在头顶上飞了一圈后，日本人就老实了。虽然现代化战争讲究体系打群架，但有这么个玩意儿在，不老实不行啊！很多人以为洲际导弹是依靠卫星制导，但实际上这位爷只依靠惯性制导和星光制导。惯性制导是通过导弹内部的陀螺仪修正偏差，星光制导是测量特定星星的位置来定位自己。这2款制导方式完全不受外界影响，几乎不可能被干扰。至于为啥不用卫星，不用无线电遥控，那是因为到了核大战就要做好最坏的打算，卫星全被捅光了，通信雷达全被磨平了，大气层内外全是电磁干扰，这种时候越依赖体系越没用，所以洲际导弹才会这样设计。但是洲际导弹一旦发射，那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万一要是预警系统出的问题，那可能就会引发一场不该发生的核战争。一般人在面对核打击时是很难果断发射核弹反击的，通常都是小心的核对、核对再核对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万一是真的核打击，这一耽误不就直接凉了吗？虽然事后可以通过核潜艇找回场子，但你不觉得这样就太晚了吗？只有战略轰炸机一旦升空，就可以满世界溜达，不依赖机场，即便被发现，也无法第一时间被消灭。在局势紧张的时候，战略轰炸机只要升空巡逻，保持一定数量的核弹在空中，各大流氓之间的核威慑就能保持平衡稳定。哥们儿，咱家战略轰炸机刚起飞，反正到你家还得好一会儿，不如坐下来谈谈。其次就是战略轰炸机更加经济实惠，洲际导弹的造价是极其昂贵的，制造一枚分导式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基本上需要花费上亿美元，而且后期的维护或升级肯定要消耗大量的 money， 也不可能像普通炸弹那样进行大批量的制造，并且这武器都是一次性的，用掉了就需要运来新的导弹。况且现在的拦截技术那么高，洲际导弹并不能保证100%命中。相比之下，战略轰炸机性价比就很高，就像美国的 B-2 隐身战略轰炸机，虽然每架造价24亿美元，但 B-2 作为一款投弹平台，它可以循环使用，其隐蔽性也非常强。在爆发核大战的情况下，它可以在空中多次奔袭，并投掷核弹，从而消灭陆基或海基。
核弹头没能成功摧毁的重要目标，算是三位一体核打击的补位人员。最后，战略轰炸机的载弹量非常大，并且种类齐全。作为一个 team 的一份子，它既能携带核弹，也能携带常规炸弹，既能近距离投放炸弹，也可以远距离发射巡航导弹。它的载弹量也十分巨大。美国的 B2， 它的载弹量有23吨，俄国的图160载弹量为40吨，这是洲际导弹无法做到的。洲际导弹的战斗部一般只有几吨重，要是在常规战斗中将洲际导弹战斗部换成常规弹头，那么投入的成本和收到的打击成效就完全不成正比，亏大了。而对战略轰炸机来说，它可以针对不同的价值目标来进行灵活选择，实施轰炸是最可靠的一种方式。像打击实力一般的国家，派一些普通的轰炸机就可以；要是对付实力较强的国家，就派先进的战略轰炸机上场。尤其是在外交或者谈判中，有这种武器在，至少吓唬人是没有问题的。而且战略轰炸机除了能干扔核弹头的大活外，也能兼职做一些小活，扔土炸弹什么的，一架就能顶上别人3架。至于为啥全球只有3家有战略轰炸机，一方面是因为战略轰炸机也不是万无一失的，就像大老板到工地干活，不一定干得过农民工。2008年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战争中，毛子亲手操刀出动图 22M 战略轰炸机，本以为去虐菜，结果居然被击落了。这说明哪怕是小流氓，只要攒下几枚防空导弹，大流氓的战略轰炸机就很难为所欲为。这咋办？战略轰炸机接不到业务，岂不是要饿死？于是战略轰炸机为了生存，就逐渐变成了一种防区外打击的空射平台，也就是说可以躲在防御范围外远远的发射巡航导弹。但是这样一搞，轰炸机的效费比就有点低，通俗的讲就是不划算。举个例子，一枚战斧巡航导弹大约100万美元，一枚卫星制导炸弹只要1万美元。注意这里导弹和炸弹的区别，远距离只能扔导弹，近距离才能扔炸弹。如果战略轰炸机只能远远的扔导弹，而不是飞到人家头顶扔炸弹，那性价比着实不高。更何况后面想接小活的飞机还排着队呢。不就扔一个炸弹吗？好办呢，不是只有战略轰炸机才能扔炸弹，后面的 F-15、F-16、F-35都在后面嗷嗷待哺呢。有战略轰炸机，自然就有战术轰炸机，就是扔普通炸弹为主的轰炸机。二战时期，从上千米高空扔炸弹，能否砸中目标全靠缘分。为了解决缘分难题，当时战术大师绞尽脑汁，想出了2个办法：要么降低高度，比如俯冲轰炸机，只带1-2枚炸弹从高空直冲下来投弹，命中率高，但容易被击落；要么增加炸弹数量。那时候叫水平轰炸机，比如东京大轰炸时，炸弹简直就像下雨一样噼里啪啦的下。在当年讲究专业对口，这类工作只能交给轰炸机来完成。另一方面，是因为后来发生了2件事，炸弹精度提高了，防空导弹成熟了，这意味着轰炸机没必要也没能力在对方头顶上随意倒炸弹了，于是业务都被小飞机抢走了。激光制导、卫星制导的出现，使得战斗机带少量炸弹也能完成有价值的轰炸。而且战斗机面对防空导弹多少还有几分招架之力。最关键的是，养一架轰炸机的钱可以养好多战斗机了。战斗机不但拿钱少，还能超低空突防，到对方头顶扔廉价炸弹。最后还有一本账，轰炸机载弹量大约20到30吨，而战斗机载弹量也已经10吨往上了。这一算，轰炸机里里外外浪费的钱简直罄竹难书啊！于是轰炸机很快就混得快下岗了。其中最令人唏嘘的，当属英法堂堂2大流氓。英国火神战略轰炸机曾经的3位一体核打击力量，守护着日不落帝国的余晖，直到1993年才退役。法国的幻影4和战斗机一般大小的战略轰炸机，撑着法兰西的大国门面，直到1996年谢幕退役。至此，全世界只剩3个国家保留了轰炸机，能留下来的全是战略轰炸机，因为远距离扔核弹的工作还无法取代。至于其他普通轰炸机，就成为了历史浪潮中的一朵浪花。那现今的战略轰炸机还有哪些？美国3兄弟 B-52、B-1B、B-2，他们各有各的特点。老大 B-52代表了正统，从1955年服役，距今已服役了65年，一名不折不扣的老兵。
30吨的载弹量，16000公里的航程，速度不快，多次升级后仍是美国空军的中坚力量。老二 B1B 尝试新玩法，超音速可变后掠翼，就是那种翅膀可以伸缩的飞机，相当时髦。1.2马赫的速度，12000公里的最大航程，还可以超低空飞行，像战斗机一样有着不错的突防能力。老幺 B2 是大名鼎鼎的隐身战略轰炸机，仿佛就不是地球的产物，太科幻了。美国想着，反正家里有大哥二哥顶着，老幺 B2 的步子迈得大一些也无所谓，因此 B2 算得上家里最任性、最败家的哥们儿。B2 原先打算靠隐身性飞进去扔炸弹，而不像别的轰炸机那样躲远远的扔炸弹。但 B2 毕竟有20亿身价，让这么一堆黄金屡屡涉险，总觉得有些不妥，所以 B2 成了3兄弟里干活最少的。后来美爸爸觉得长得好看也不能吃空饷啊，于是为 B2 准备了一款防区外打击的巡航导弹，也就是说 B2 可以躲远远的扔炸弹。不过这么一来，隐身性能不就是浪费了吗？算了，不管怎么说 ，B2 始终是地球上最先进的轰炸机，这点毋庸置疑。同样的，俄国也是与美国对标的3兄弟，图95、图160、图22M。俄国的图95熊战略轰炸机对标的是美国的 B52 战略轰炸机，服役时间、服役数量基本上都差不多，虽然性能相比略差，但拉出来叫板还是叫得响的，是全世界唯一服役的采用大型4涡轮螺旋桨的发动机的远程战略轰炸机。图160对标 B1B， 同样的可变后掠翼，外形和服役时间都差不多，就是数量少了点儿，但却是目前世界上速度最快的战略轰炸机。有一次把半飞的 F-35直接甩没影了，再加上表面采用无光泽的白色涂料，所以人送外号白天鹅。图 22M 有点像图160的缩小版，各项性能都打了折扣。实际上图160原先是打算取代图 22M 的，只不过后来苏联挂了图160没造多少，图 22M 却剩下一大堆，于是图 22M 成了主力轰炸机。图 22M 刚出道时是非常成功的轰炸机，有很多开创性技术，美国对此一度非常忌惮。当初谈判时，美国对图 22M 提出了很多限制要求，诸如取消空中加油功能，使其不具备洲际飞行能力等。只是没想到后来会混到被格鲁吉亚破了身。原先俄哥仨和美哥仨是等量齐观的对手，可惜苏联解体后分给乌克兰的那些家当全被忽悠销毁了，如今还剩下100来架，其中最先进的图160能飞的只剩下了10几架。目前战略轰炸机主要强调的是突防能力，美国和俄国家的3兄弟在互标对标的同时，也为我们提供了战略轰炸机未来发展的2个方向，隐身和超速度。不过火力军觉得无论是美国还是俄国应该都会以隐身为主。目前美国服役的3兄弟很可能会按照 B1B、B2、B52的退役顺序退役。B1B 退役很好说，因为在取消载荷能力后，这款战略轰炸机好像已经没有容身之地了，而且还巨费钱。在无防控能力的对手面前， B1B 充其量就是个炸弹卡车，而且对拥有全域防控能力的对手时， B1B 又会显得无能为力。至于 B2， 虽然是美最宠溺的孩子，但是它造价太贵了，外加防区外发射导弹攻击目标，出色的隐身性能根本用不上，以至于现在生产线都没了，也只能是坏一架扔一架。B52虽然是老将，性能方面与前面的弟弟们有着天壤之别，但它的象征意义却远大于实战价值。只要按要求执行战略威慑就行，真的打仗完全可以不用参加。美国未来的主力战略轰炸机是 B21，B21空袭者是老美自冷战后开发的第一款战略轰炸机，它也将采用与 B2幽灵类似的外观，具备高度隐身能力，是一款核常兼备的隐身战略轰炸机。B21在未来的作战中将主要以突袭为主，利用自身强大的性能，精确定位敌方防空系统，并规避来袭的攻击。同时，美空军还在为 B21秘密研发一款可协同作战的、具备穿透式打击的能力的战斗机。火力军觉得这很可能是第6代战斗机，二者可以形成攻的搭配，以绝对强的技术优势来横扫对手。俄罗斯也在研发空射导弹的同时，加大了对隐身的研究，比如预计在2027年投入量产的 PKA-DA 隐身远程轰炸机。在未来，对于战略轰炸机来说，经济性是基本原则。据说 PKA-DA 隐身远程轰炸机将会是一款全新的轰炸机，不仅配备先进的瞄准导航系统，而且具备良好的隐身性，可以运用各型现代未来航空武器，并且为机组配备了先进的通信电子对抗系统。俄罗斯
更是宣称 PKA-DA 在将来取代现役的毛子三兄弟，与这3个前辈的主要区别是将广泛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和高超音速武器。虽然火力军觉得隐身会是接下来的大方向，但也不妨碍速度方面的发展。关于速度的战略轰炸机，火力军觉得终极产物会是亚轨道轰炸机。如果未来空天轰炸机发展成熟，那它的飞行速度将高达5到20马赫，一般的防空系统等接收到它的信号时，它都已经扔完炸弹走了。而且空天轰炸机还会具备快速反应能力，能够做到第一时间反应，第一时间到达，即使在最后一秒确定是真实核打击，空天轰炸机也能快速的进行核反击，保证不会吃亏。因为它飞越太平洋用时才不到2小时，大大超越了现有的战略轰炸机。再加上既然是飞机，那它的使用门槛也会低得多，不像洲际导弹太容易引发核战争了。而空天轰炸机，你可以把它看作成一种战术武器，但它又具备非常大的威力。不仅如此，在火力军的设想里，空天轰炸机应该还能用于空击反卫星，携带上激光武器就能将卫星击落，无需再依靠弹道导弹反卫星。至于亚轨道轰炸机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高度？因为这是由作战需求决定的。现在的空战主要是在25千米以下的大气层进行的，不管是防空导弹还是飞机，其活动范围一般都不超过25千米。而临近空间目前则是一个新概念的作战空间，以前因为技术限制，所以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。现在大家都在研制临近空间飞行器，在未来很可能会形成各国在临近空间内的对抗。其次，对目前的防空和反导武器来说，25千米到40千米这段空间内是一个两者都照顾不到的盲区。防空导弹可以打到30千米，但一般而言，作战高度不超过25千米，更不能达到40千米。40千米以上就属于美国的高空末端反导系统萨德的范围了。而在这个区间内，目前却没有哪款武器照顾得到。萨德可以打40千米。但在这段空间内，由于与空气剧烈摩擦受热，萨德使用的红外导引头无法工作，还必须用一个隔离罩保护住导引头，等飞到40千米以上脱离保护罩之后，导引头才开始工作，因此就只能反导不能防空，没法打25到40千米内的目标，因此才需要亚轨道轰炸机来对付这个区域的敌对目标。好了，火力军已经将战略轰炸机的优点、缺点和其今后的发展方向讲清楚了，这其中可能会存在许多片面的地方，火力军欢迎您来指正，同时也欢迎您留下对未来战略轰炸机的看法，我们一起讨论。喜欢热武器的朋友请点点关注，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